知福宝喜欢咩咩叫，吸引帅哥邻居。女儿奴许奶爸再也忍不住吃飞醋了。别念了，我出去了。那个盒盒是公的，然后福宝在这边唧唧呜呜的，就是那种羊叫啊或者鸟叫啊。没想到花痴福宝对帅哥这么上头，他只不过是搬到草河河隔壁才1个多月，俩熊就成了两小无猜的好朋友。当福宝在小水池洗澡的时候，草河河直接爬到树上，满脸深情注视着，恨不得搬个梯子和对方玩耍。而小福同学更为主动了。或许是因为在韩国没见过同龄小熊，宝贝一言不合就扒墙找大哥哥，俩熊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最近的趣事，一个激动到翻墙越狱，另一个直接爬上树想要面基。只可惜福宝和邻居还是纯粹的好朋友，两小只压根都没往男女朋友那方面去想。据许奶爸透露，草河河还是小孩子性情，年纪是成年了，但是还没有长大。还是小朋友的感觉，估计这小子会是下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毕竟基地今年安排他去繁育场，本以为草河河能大展拳脚造娃无数，可对方一点不干正事，美熊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是埋头疯狂炫索。虽然俩熊不能修成正果，但这份友谊却给福宝带来了快乐。公主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趴在墙上和大哥哥唠嗑，这小妞成功交友后笑得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没想到福宝的性格会这么社牛，韩国饲养员之前还在担心孙女语言不通，现在看来江爷爷真的是多虑了。小福不仅在熊友们面前是个义雄，他对两脚兽也是热情的很。宝贝平日里不是整活疯狂宠粉，就是趴到前边转圈圈表达喜悦，放飞自我的福宝脾气也是越来越大，许奶爸都拿孩子没有办法了。今天早上我逗他的时候，他就有点小脾气，他可能不喜欢听我这儿碎碎念，他就想挠我一下。当然他不是真的想伤我，他只是表示一下，别念了，我出去了。要知道福宝出门上班前，许奶爸为了不让闺女养成打滚的习惯，都会在内舍反复唠叨着对方，要不要打滚哈？你去吃了睡，不要吃，走啊子跑都行，爬树也行，不要打滚，听没？出门前的福猪猪还是满脸乖巧，结果一来到外场就疯狂打滚，故意气奶爸，内心 OS 小徐你谁呀，别叨叨。只不过这小妞是奶爸惯出来的，老徐除了宠着也没别的办法了。奶爸本来还在夸孩子优雅淑女，结果他下一秒就将脚丫塞进水池里，福猪猪还一脸得意地看向老徐。可小福在游客和其他饲养员面前却是出了名的宠粉懂事。福宝之所以人前人后两副面孔，还是因为奶爸把熊孩子惯坏了。老徐对掌上明珠可是明目张胆的偏爱，奶爸因为社恐采访时全程闭眼，可记者提到福宝他就忍不住嘴角上扬。现在这的话还是有反应，因为他叫还肯定有12发的，一般叫他的时候就吃，他会和吃瓜的关系，那就是条件反射嘛，确实还是蛮聪明的一只。奶爸还经常提起他和福宝的年龄差，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把对方当成亲闺女。30多，我38级了，所以是没有调外调服。不过许奶爸偏爱自家闺女，受伤最深的却是那几个男熊，同样都是奶爸手底下的熊猫。一宝整天被吐槽懒，草河河更是他眼中的幼稚小孩。年纪是成年了，但是还没有长大，还是小朋友的感觉。这个家伙的话，都可以当福宝的爷爷的那种。只有福宝整天被许奶爸夸个不停。就连叫醒方式也是温柔到极致，估计被奶爸一嗓子吼醒的男熊们，看到这一幕都得哭晕在厕所。福宝依赖许奶爸不是没有原因的，熊猫不会说话，但它很清楚奶爸的爱护。二才是最温柔懂事的小熊吧，每天都要乖乖坐在门口等饲养员上班。这天徐老爷和奶妈一进门，就看见二小子满脸笑意的主动迎接，本来还因为早起上班笑不出来，一看到毛孩子就彻底被治愈了。完成哄饲养员任务的萌二，在回家的路上都开心到一路小跑。毛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然而萌二不仅会等饲养员上班，下班回家也是乖乖等候。即便徐老爷因为忙着采访耽误时间，这小子等了半小时还不哭不闹，不是晃着脚丫哄自己睡觉，就是玩冰块自娱自乐打发时间。要知道萌二早就是一线顶流了，场馆内每天都人满为患，还有不少开闪光灯的不良游客。二小子从来都不会生胖气，而是默默地举起来小牌子提醒对方。怎么会有这么温柔的熊猫？面对大声喧哗的没素质游客，一向喜静的萌二明明烦到头疼，可他还是安安静静地看着对方。有次黄脸奶爸来给孩子送胡萝卜，看到萌二的大脑壳就忍不住上手一抓，原以为这小子会立马躲开，可一向懂事的他居然把脑壳凑上去。萌二还很体谅奶爸奶妈工作的不易，经常化身小助手帮忙干活。看到奶妈拖着一大捆竹子很是吃力，怜香惜玉的他生怕累着对方，便主动拽竹子。并且萌二为了不给饲养员增加工作量，这小子还学会了定点上厕所。毕竟他在熊猫圈可是出了名的自律，每天起床后都会叠好小被子，主动拿着毛巾给自己擦脸，甚至还要把被子毛巾放在衣架上晾晒。即便是玩个玩具，他也要自己收拾，宝贝走之前都要把盖子盖好，简直就是生活自理，压根不用奶爸奶妈操心的乖宝宝。当不良游客拿起饮料瓶扔进外场后，萌二一开始还好奇的把玩，
听到奶妈的声音后，便放下瓶子，直接头也不回的跟着对方乖乖回家了。还记得萌儿前段时间手掌受伤，斑斑血迹令猫粉心疼不已，可一心只想宠粉的他却不在意，不仅不哭不闹，还乖乖舔舐着受伤的手掌继续营业。到最后还是游客通知北洞工作人员，奶妈帮忙消毒的时候，这小子也是乖乖配合，即便被药水刺痛手掌也是一声不吭。有次萌儿营业太累，忍不住小气，明明都低头睡着了，可他听到姨姨们叫自己名字，还是会第一时间抬头回应粉丝的爱意。说是姨姨们的梦中情熊也不为过。萌儿可是靠治愈出圈的熊猫，越懂事的孩子越令人心疼不已。难怪于可于爱小小年纪就火成顶流，兄妹俩一天能闹出来800个乐子。第一次见到爱姐这么无辜的模样，满脸都写着妈宝，可你在发什么疯？其他熊猫的相处模式不是岁月静好互不干扰对方，就是整天变着法切磋武艺。只有可可爱爱走上了小品的路子，很难不怀疑两小只去大东北进修过。即便是给他们一根绳子，两个小家伙都能现场表演杂技。大颗子为了得到绳子上的果果，咬着牙不紧不慢地爬上去，结果还差最后一步的时候摔了个屁股墩。这一翻车直接把树上的于文静整兴奋了，他非但没救哥哥，反倒是赶忙拉绳子。估计爱姐内心 OF 我居然还有捡漏的一天。然而兄妹俩表演杂技抢果果，受伤害最深的却是虫洞的奶爸。看到被咬断的绳子后四脸震惊，只不过嫌疑熊的身份扑朔迷离，姨姨们还在怀疑小爱时，大可子居然重返现场还原作案过程。最好笑的还得是两小只没活硬整，爱姐拿起一个麻袋就往自己的脑门上套，对面的于可一脸淡定，心想这大妹子又开始了呀。可可爱爱打架也和别的熊猫不同，他们一个劲扇对方耳光，打人不打脸的道理显然是不懂的。打我杀！你打我杀！你打我杀！你打我杀！不过两个小家伙偶尔也会相亲相爱，正常小熊都是用贴贴表达爱意，唯独兼具整活 KPI 的于可于爱不同。小爱坐在秋千里晒太阳，废头子哥哥也要帮忙推了一圈又一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于可在拉磨呢。有次外公拿着果果钓猫，于可踩着妹妹就爬上去抢果果，都把小爱踩成松狮了。本以为这小子会吃独食，结果他下一秒就转头送给妹妹。只能说城里熊就是不一样，就连哄妹妹都得先虐后爱。或许是因为朝夕相处，兄妹俩远比我们想象中默契。仅仅是一个苍蝇突然袭击，就让胆子小的于可于爱吓得弹起来。惊吓过后的俩熊面面相觑，像是在说你怎么也害怕。即便是吃瓜，他们也得复制粘贴。这天两小只正坐在木架上干饭，刚好看到隔壁的三姨教训莽小五，兄妹俩纷纷燃起八卦之魂。吃竹子也不耽误他们看戏，扭头吃瓜的姿势一看就是一家子熊。两小只像是有心灵感应那般，听说打哈欠会传染，还真没见过头痒也会传染的。同步挠痒痒的动作让人笑不活了，只能说顶流这碗饭就该他们吃。于可于爱快去参加喜剧大赛吧。奶爸调岗后有多思念小奇迹，不顾规定也要摸着孩子的小手安慰。王奶爸深知仔仔没有安全感，胆子小，好不容易适应父母不在身边，如今又要经历分离的痛苦，他这才3天2头回家看望好盖。当小奇迹吃锅营业的时候，奶爸就在不远处默默注视着孩子，满眼都是对自家宝贝的心疼。只要有代班照顾小奇迹的机会，王奶爸都会第一个申请。都说有一种爱是老爸觉得女人。奶爸见到仔仔来不及唠嗑，一个劲追着对方喂饭，临走之前还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一眼。或许是因为王奶爸经常回家，小奇迹也逐渐习惯了，有时候不吃不喝望着看台，只是希望对方能快一点来看自己。小奇迹和王奶爸绝对是全网最令猫粉们心疼的组合，明明都离不开对方，却因为规定聚少离多。要知道奶爸是出了名的溺爱孩子，不管小奇迹干什么坏事儿，他都能一脸慈爱的为自家宝贝洗白。但小奇迹啊，看见你在，他不拆家的；哎，你不在，他就拆家了。这个小孩从小就聪明。奶爸被问到小奇迹的缺点时，他依旧是彩虹屁不断。毕竟老父亲眼中的孩子怎么能不完美？一个字来形容吧，好。难怪都说王奶爸把熊猫当孩子养。游客只是喊他一声王奇迹，王奶爸就能笑开了花，内心 OS 多喊几声我们就是一家。并且今年神树坪的猫猫们集体过生，奶爸明知道会被批评，还是在好蛋儿生日当天置办一大堆新鲜水果和玩具，甚至还在不远处拿着相机给小奇迹拍照。估计熊猫圈只有被宠上天的小奇迹，有1年之内过2次生日的待遇了吧。每当小奇迹在内设等加餐时，老王也在挂念着孩子，不是拿着笋胡萝卜给对方垫肚子，就是把自己摇成拨浪鼓哄仔仔。这和哄人类幼崽的老父亲有什么区别？除了给宝贝提供情绪价值之外，奶爸对小奇迹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仔仔刚回国就被投喂一大堆营养品，回来时候他就不吃那个我们这边的骨头金丝样啊，因为他以前没吃过，这回来又想尽办法，因为含了很多的营养物质。难怪小奇迹的体重一路飙升，回国不到1年就胖了好几十斤，这都是王奶爸宠出来的幸福肥。只希望他们见面能多一些，毕竟父子俩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好。饲养员对熊猫能溺爱到什么地步？
喜淘淘吃的竹笋都是奶爸亲手剥的。等会儿啊，太难剥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把熊猫当孩子养。奶爸伺候好戴儿吃笋笋的同时，还温柔细语的都舍不得大声讲话。只可惜此时的喜淘淘满脑子都是干饭，内心 OS 奶爸你能剥快点吗？同样被惯坏的熊猫还有冰华，平日里吃个竹笋，奶爸都得举到孩子面前，生怕自家闺女累着。孩子都惯的没有熊样了啊！吃个笋还得人家给你举得着。然而奶妈吐槽归吐槽，下一秒又嫌弃起来奶爸举笋不到位，你还得再高一点，这样子他还得低头。思佳作为大东北的孩子，饲养员更是把重女轻男发挥到极致，给孩子投喂个竹笋都要一块块掰开放到对方嘴边，更别提思佳的奢华生日会了。这小妞不仅有史无前例的超大水果蛋糕，奶爸奶妈还用鲜花给孩子铺路，难怪隔壁目睹全程的佑佑满脸不服气，都知道鱼可是出了名的妈宝熊，一言不合就跳进奶妈怀里求抱抱。即便这小子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重，李奶妈也会咬着牙一把抱住熊孩子。估计他因为鱼可早就练出来麒麟臂，而谭爷爷也是将花花当孙女的。宝贝吃饭被其他滚滚抢食，他就亲自给宝贝开小灶塞果果。爷爷知道宝贝孙女没有安全感，就特意把家搬到花花隔壁。年过半百的他整日挤在小床上，有次花花耍脾气不想回家，谭爷爷直接抱着毛孩子下班，脸都憋得通红也不放下来。在溺爱孩子的赛道上，徐奶爸不可或缺，福宝都被他宠成公主脾气。奶爸上一秒还在夸自家宝贝温柔，福宝吧，他有点小调皮。她是比较淑女，她其实也蛮温柔。结果福猪猪直接将脚丫塞进水池，宝贝还当着老徐的面帮倒忙搞破坏。爸，我帮你打扫卫生。还你帮忙，你不是还帮倒忙哦？不得不说，老徐的爱属实有些盲目。奶爸生无可恋，却只能欣然接受，毕竟小福是他宠出来的，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喊熊猫起床是拿着小苹果放到孩子嘴边的。哎呦，今天早上咋了？还没睡醒吗？咋子嘞？不过宠孩子的不只是国内饲养员，暖暖在马来西亚也是长公主级别的待遇，因为宝贝压根就不需要自己走路，上下班都是奶爸包接送的，平时睡觉的时候还有专业人员拿着工具小心翼翼给孩子梳理毛发，以至于这小妞的屁股都比大多数爱挖煤的熊猫白。真希望每个熊猫都能在爱里长大，被饲养员宠成国宝该有的样子。